上一次说要50两银子就能把人捞出来，足见官府腐败。江明辉虽然被判了10年苦役，但是只要有钱，应该也能把人捞出来。想救江明辉，只有这一个办法。他们这次过来就是为了江明辉，您不用过去，我觉得他们会来找您借钱的。娘，咱们上次没借钱已经得罪他们了，如果这次再开口，您要怎么办？如果是正常情况下需要银钱，就算他们不开口，我也会拿出银钱来帮忙的。但是江明辉犯罪了，犯了罪就要接受应有的惩罚，这个忙我不会帮。您能这样想啊，我就放心了。外面豆腐摊子没人，我出去了。好，你去吧。江明慧从身上拿出2两银钱给了许氏。娘，我身上就只有这点钱，还是陈文给我的，你们拿着吧。虽然不多，但也能买一些你们需要的东西。现在家里困难，你二叔被关押出不来，家里就只能依靠你爹一个人养活一大家子。娘，我知道，保护好你肚子里的孩子，他可是你在这个家的依靠。江明慧有些不敢跟母亲对视，点了点头。闺女啊，你弟弟的事情就交给你了，我们这就过去跟你公婆打声招呼，然后就回去了。你祖父祖母听说明辉的事儿，整日以泪洗面。我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，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跟你一起出去。亲家在吗？哟，亲家来了，快进来坐坐。说着从房间里迎了出来。我听秋云说你们来了，本来想过去看看的，但是想着呀，你们母女许久不见，应该有许多的提及话要说，就没过去打扰。快进来坐。亲家最近忙什么呢？小女不是要出嫁了吗？我给她准备嫁衣呢。您亲自缝制啊？嗨，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，你们中午别走了，留下来吃饭。不用了不用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特意过来跟你打声招呼，我们现在就要回去了。他们这次过来不是为了江明辉的事儿吗？怎么什么都没说就要走了呢？瞧着许氏，虽然眼睛还很红肿，但是整个人都有了精神，好像情绪根本没有受到江明辉的影响。怎么也得吃了饭再走啊？下次吧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我们走了。行吧，那我送送你们。嗨，不用客气，你忙吧，我们走了。说完就离开了。张母还是跟着去大门口，看着人走了，张氏是一肚子的疑问，看向江明慧，你应该让他们留下来吃饭。江明慧心说虚伪，面上却恭恭敬敬。哎呀，娘，都是一家人，没必要那么客气。你弟弟的事儿知道了？知道了。你父母这趟是为你弟弟来的吧？是，他们是来告诉我弟弟的事情。只是告诉你弟弟的事儿，没有让你做什么？没有，娘，我想去再见我弟弟一面。你身子不便，让陈文跟你一起去。娘，不用了，我在家歇息的这段时间，身体已经好多了。陈文有他自己的事情，这点小事不用麻烦他，我自己没问题的。如果你觉得没问题就行。娘，去看我弟弟需要10两银子才能见到，他在里面肯定吃不好，见了这一面，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。我想买点好吃的给他，可我身上没钱。婆母问他要多少，他说只要12两，婆母就给了他12两，拿到了钱，他就出去了。娘，江明辉出去了，您知道不？我知道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他应该去见江明辉了。去见江明辉？怎么回事？他父母早就走了，没跟您说什么？没有，他们什么都没说，应该是知道江明辉出不来，选择放弃了。江明辉跟我说他想见弟弟一面，他们毕竟是姐弟，我就同意了。姐，你终于来了！姐，你快点救我出去啊！这里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。江明慧看到他的处境，心里也十分的难受。他把买来的糕点从铁窗里递了进去。明辉，这是你喜欢的桂花糕。姐，我不想吃什么糕点，我想离开这里，我要出去。明辉，我也想救你出去，可是你知道，救你出去需要300两白银。你知道我的情况，我根本就拿不出来。姐，你之前可不是这样跟我说的，你不是想过河拆桥把我给抛弃了？我之所以会变成今天这样，明辉，你不要激动。姐，我没有办法不激动，这里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，每天的饭菜不是馊的就是臭的，再过2天我就要被送去做苦役了。你再不救我，我就没机会了。姐，咱们是一母同胞，我做这件事也都是为了你。你跟我说过，只要把你面前的障碍扫清，你就是未来的当家主母，你会让我过上更好的生活。300两对别人来说或许是天文数字，可是对你们家来说，这些钱是拿得出来的。姐，只要你想想办法，就一定能拿到的。好，我想想办法。姐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。后天我就要被押走了，我听说去了那里没有几个人还能活着出来。姐，我不想死，你要尽快在这2天把我弄出去。江明慧点头说好，他把带来的糕点再次拿给江明辉。娘跟爹今天也来了，这桂花糕就是他们让我带给你的，担心你在里面吃不好。听到爹娘，江明辉的眼圈都红了，伸手把江明慧递进来的糕点给接了过去。我想爹跟娘了，我会想办法的。想爹娘了，你就吃这糕点，心里也能好受些。我会的。进来看你，我花了10两银子，只有一会儿的探视时间，我走了。姐，你只有2日的时间了，一定要把我救出去。2日之后，你若是没来，我会说出真相。我
我知道我不应该跟你说这些，但是为了活命，我不得不这样做。我还年轻，我还没成亲，江家需要我传宗接代，我不想死在那暗无天日的地方。姐，我知道你有能力，只要你筹到钱把我弄出去了，这件事我永远都不会再提了。你放心，不用到后日你就自由了。姐，我就知道你能做到。待在这里，什么都别想，我会和爹娘一起把你接出去的。我等你们。好了，我再不出去，狱卒就要进来喊我出去了。好，姐，我等你的好消息。江明慧点点头，转身离开，一滴眼泪从眼角滑落下来。他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出监牢大门的，又是如何回到家门口。要不是小姑子张秋云叫了他一声，他甚至都没有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家门口。哎，你去见江明慧了？江明慧看了张秋云一眼，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眼神，那眸子带着恨。张秋云有些莫名其妙，自己跟他的关系不好，但是也没有必要用这种目光看他。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？江明慧已经恢复了平常，变化速度之快，差点让张秋云以为自己看错了。啊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心里太难受了，让你不舒服，我跟你道歉，我先回去了。江明慧回到家里就遇到了婆母。你去看你弟弟了？是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要学会接受现实。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，肚子里还有孩子，你要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。儿媳知道。你知道就好，回去休息吧。江明慧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张秋云上前拉着母亲的手，轻声道：娘，您不觉得他今天很奇怪吗？有什么好奇怪的？看到自己的弟弟在坐牢，心情不好而已。不是，你没看他刚回来的时候跟掉了魂儿一样，直到从家门口过去都没发现，还是我叫的他。他反应过来看我的眼神很可怕，把我都吓着了。是不是你看错了？不可能，我怎么会看错？他现在难过，做什么都正常，你也不要胡思乱想了啊。见母亲不信，张秋云也不继续跟母亲讨论这个问题。或许母亲说的是对的。许氏跟江老大也回到了江家寨。怎么样，有没有看到明辉？娘，我没有看到明辉，进去看人要10两银子，我们没钱进不去。什么？要10两银子？他们是强盗吗？没钱你去找明慧要啊！好不容易去一趟，总要看到人才行啊！哎呦，娘，算了吧，你忘了上一次我跟大哥去跟他借钱都借不到，还想要10两银子？那丫头就是个白眼狼，要是知道她这么没有良心，当时就不应该把江慈的婚事给她。她得了这么好的婚事，现在反倒嫌弃咱们了，她没良心。咱们也不用跟她客气，她的婚事是怎么来的，直接跟她婆家人摊牌，我就要看看她婆家要是知道了真相，还会不会要她。娘，您这样做不是打大嫂的脸吗？明慧那丫头都六亲不认了，还要脸做什么？周氏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生的是什么心思啊！你把老二坐牢怪在我家明慧身上，你怎么不怪这是你给出的主意？要不是你出的馊主意，老二能坐牢吗？我儿子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吗？你才是害了他们的罪魁祸首。哼，你只会放马后炮，当时你怎么不站出来说我出的是馊主意？还是你儿子太蠢，被江慈做局，还伸着头往里钻，最后连累了我家男人。好了，都给我住嘴，还不嫌丢人吗？江老太看向许氏跟江老大，你们不会是没看到人就回来了吧？哼，我不跟你计较，等我儿子回来了，我要跟你们二房分家。哎呦，我巴不得呢。你说什么？明辉还能回来？是呀，只要花300两白银，就能把明辉从监牢里捞出来。大嫂的口气可真大呀，只需要300两，你有这笔钱吗？还是说你闺女江明慧愿意出这笔钱，把明辉从牢里捞出来？你说对了，你说江明慧愿意拿300两白银去把明辉捞出来？你没理解错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大嫂，你不会是伤心过度，脑子出问题了吧？江明慧的婆家连50两都不借，江明慧自己有300两白银给你把明辉给捞出来，大白天就做梦，你最起码也得找张床吧？哼，这许氏不会是在说胡话吧？他说的都是真的，我们今天去找了明慧，他听了明辉的事后都没犹豫，说这件事情包在他身上，无论如何他都会想办法让他婆家人帮忙凑给300两白银，把明辉给捞出来。老大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可不要骗我。娘，我说的话你还不信吗？我相信，明慧那丫头呀，真是好样的，是我们江家的好孩子，我差点冤枉她了。你呀，以后不要再说明慧的坏话，作为一个长辈跟一个孩子计较，也就你能做得出来。哼，这绝对不可能，江明慧能让她婆家拿出300两把明辉给捞出来？哼，我给她下跪道歉。哼，那咱们走着瞧，你说的话娘也都听到了，到时候你可要实现你说的话。当然，我既然说得出就做得到，到时候你闺女要是没拿出300两白银把明辉给捞出来，你也要给我下跪道歉。周氏，你给我闭嘴！你就这么不想让明辉回来吗？娘，我跟他打这个赌，我相信明慧不会让我失望的。明慧说让我们回来等他的好消息，就在这2日。
好，好，好，咱们就在家里等好消息。等明辉这次回来呀，我就给他说门亲事，哪里也不去了，就跟咱们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。今天顺利吗？很顺利，一车冰直接打包卖了，赚了2两银子。真的能卖这么多银子啊？你之前说的时候，我还有点不相信，什么人买这么多的冰块？亦庄。听到周成这样说，李氏吓了一跳，但也不觉得意外，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地方，买冰的用处也当然明白。没想到第一单生意竟然是卖给亦庄，太吓人了。这不是很正常的吗？做买卖哪还有挑三拣四的？再说了，亦庄也是个正经的地方，官府直接管理的，没什么吓人的。大哥说的对，娘，不要对亦庄有偏见。我亲自进去了，里面很干净，还有道士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。他们还跟我们保持长期合作，每2天送1次冰，直到天气变冷不要冰了为止呢。这天气还要热上2个月呢，2日送1次，就是说2个月能赚1个月的钱，1次2两银子，那30天就能赚这么多。您算的没错。此时的李氏对姜慈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这小丫头刚来家里的时候，谁能想到她能有这样的本事？她儿子娶了一个宝贝。阿慈，阿成能娶到你，真是我们全家的福气。周成也是一脸骄傲地看着姜慈，那是他的宝贝。娘，能嫁给阿成才是我的好福气呢，没有你们哪有我现在的好日子？你这孩子说话最讨人喜欢。累了吧？快回房休息，我去给你俩做饭。不用了娘，我跟阿成中午吃过了，现在不饿，我去休息一会儿，等一会儿还要做冰，明天去卖呢。不是说2天送1次吗？娘，买冰的人又不止亦庄一家，还有其他人需要呀，还有2个月的时间，1天都不能耽误。过了这段时间，天冷了，冰就卖不出去了，咱们趁着这个机会好好的赚一笔。只是每天都这样，你太辛苦了，能吃得消吗？没事，重活都是大哥的，我只是调一下配方比例，一点都不累，只是辛苦大哥了。我不怕累，都是一家人，怎么还客气起来了？大哥，车上是你成亲需要用的东西，今天都给买齐了。娘，这都是阿慈精心挑选的，都是上好的料子跟棉花。他想让大嫂知道，咱们虽然没钱，但是愿意用最好的，让她知道咱们对她的重视呢。你们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让阿慈来办这件事了吧？因为啊，你们男人根本就不会这么用心。姜慈有些累，回到房间休息，他往床上一躺就睡着了。阿成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去山里看看设的那些陷阱里面有没有逮到野物，明日一起带到镇子上卖掉。你等等我跟你一起去。不用，你留下来帮阿慈做冰。来得及，现在才未时，到了晚上还有一段时间呢，咱们俩一块去，也能快去快回。天还没亮呢，你今日又不去镇上，起来这么早做什么？睡觉。冰块还在模具里呢。不是有我跟大哥吗？再说了，你去了什么也干不了，还不如在床上睡觉呢。那好吧，辛苦我相公了。姜慈的心里暖暖的。周成说的没错，他起来除了监督他们干活，的确什么也干不了。相公不辛苦。好了，我都听到大哥的脚步声了，我该出去干活了，你睡觉吧。我起来给你们做点早饭。我都听到娘的脚步声了，她已经起来了，你就不用起了。就算你起来了，娘也不会让你动手的。周成刚要离开，姜慈想起了一件事儿，留一块冰让大哥送给张秋云。我知道了，还是你想的周到，你继续睡吧。周成出去了，姜慈伸了个懒腰继续睡觉。娘，你起来了？睡不着，起来给你们做点饭吃。刚刚阿慈也说要起来做早饭的，我没让她起来。娘，你也回去睡吧，我跟哥到镇子上吃也一样。反正我也睡不着，起来了就睡不回去了，还是给你们弄点吃的垫垫肚子。你们去镇子上有力气，路上遇到危险的野物也有力气保护自己。我在家里也放心。你哥已经进去了，你快过去看看。一车的冰块很重，牛拉起来也费力，还好他们买的是一头只有1岁的牛犊子，是精力最旺盛的年纪，虽然费力，但是速度并不慢，不到2个时辰就来到了西门镇。西门镇一如既往的人多。周成想起昨日姜慈吆喝卖冰块的样子，看了一眼坐在他旁边的周彪。大哥，你要吆喝？周彪见满大街男男女女那么多人，还要吆喝呀？当然了，昨天阿慈从一进镇子就开始吆喝，一路上都是围观的人，有需要的人就会上来购买的。你说的有道理。看了路上的行人，虽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但是听着街道上商贩各种的叫卖声，也不觉得什么了。对了，昨日弟妹是怎么吆喝的？卖冰块喽，卖冰块喽，有需要买冰块的都过来看看呐。卖冰块喽，卖冰块喽，有需要买冰块的都过来看看哦。大哥做得不错，你瞧，好多人都看过来了，继续吆喝。周彪受到了鼓舞，继续吆喝起来，越吆喝越熟练，随之也就放开了。这时候就有人好奇的跟了过来，开始议论纷纷。昨日我就听说西门镇有人在夏季制冰售卖，我还不相信，今日特意来看看，没想到还真有，还真是个稀奇事儿。哎呀，我要是有这手艺啊，就去皇城，那里住的都是达官显贵，舍得花钱，一个夏天就能赚得盆满钵满。
我想学着治兵的手艺，能收徒吗？周成跟周彪被这个人给逗笑了，他们都没有开口，就已经有人替他们回答了。哼，你也是真会做梦，傻子才收徒呢。我们这手艺确实不外传，想要冰块啊，可以来我这里买。西门镇有人卖冰块这件事儿，昨天就在整个西门镇传开了。卖豆腐的张秋云当然也知道了，他也十分好奇，长这么大还从未听说过这么热的天气里还能有冰块。看到周围邻居说卖冰块的今天又来了，他也想去看热闹。正当他着急的时候，大哥张晨文回来了。大哥，快来帮我顶一锅！听说昨天来卖冰块的人又来了，我想过去瞧瞧，顺便买2块回来给你放一块，在卧室消暑。说完也不等大哥回应，一溜烟的跟着去看热闹的人群，来到卖冰块的地方。让让，快让让，我要买冰！他这样一喊，人群有了松动，他趁着机会往里面挤。周成跟周彪都没想到今日来买冰的人如此之多，他只带了9块冰砖，卖到500文1块，1块冰砖500文，8块就是4两银子，比昨日整整多卖了1倍的价钱，这是2个人都没有想到的。大家都散开吧，冰块卖完了。喂，不是还有1块吗？这一块不卖，是我大哥留着送人的。想要买冰的话，后日我们还会再过来。我什么时候说要送人了？是阿慈说要留1块让你给我未来的嫂子的。今日卖的价格这么高，不如给卖了吧，等明日再给他带来1块，不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，这是我娘子给我的任务，我得完成。哥，你可不能拖我的后腿啊！今日这块冰你得自己送出去。张秋云听到说话的声音很熟悉，好像是周成，但是想想也不可能，他是个猎户，怎么可能过来卖冰？好不容易挤了进来，就看到是周家2兄弟，说话的人是周成，他惊喜万分，没想到还真是他们。周大哥，怎么会是你们啊？我哥刚刚还提醒你的，你就来了。真的吗？周大哥，周彪已经想通了，他并不讨厌张秋云，这姑娘为了能嫁给自己，把他自己的后路都给堵死了，足以证明他对自己的真心，自己也愿意放弃过去，跟他成亲后像2弟跟弟妹一样好好的过日子。你怎么来了？张秋云见他今日跟以往不同，好像跟自己亲近了很多，心里高兴。我听说有人来卖冰，好奇过来瞧瞧，没想到竟然是你们啊！这就是你们的缘分，油车里还留了1块冰呢，是我大哥准备送给你的。张秋云简直不敢相信周彪会主动给他送东西，这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吗？心里感动的不行，鼻子一酸，眼眶都红了。他满眼深情的看向周彪，周大哥，这是真的吗？周彪见他眼眶都红了，心里也有一丝触动，他点了点头，得到肯定的回答。张秋云幸福的像要飞起来了，开心的嘴巴都合不拢了。你对我太好了，我就知道我没选错人。你眼光很好，选择我大哥是正确的选择。周成在一边神助攻，张秋云笑得开心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的眼光一直都挺好的，从来没后悔过我做的事情。周彪在一边听了，心里美滋滋的。张秋云除了有点虎，其他没有任何的毛病。他能选择自己，是自己高攀了。成亲之后，自己一定好好带这个姑娘，跟她好好过日子，一定不让她后悔今日的选择。你们跟我回家吧，今天在我家吃饭。我爹娘要是知道你们给送冰块过来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好，我也饿了，咱们现在就走吧。我们什么礼物都没有准备，就去人家吃饭，不太好吧？冰块多贵重啊，有钱都买不到的好东西，我爹娘一定会很喜欢的。再说了，你还没来过我们家呢，还没见过他们呢，趁着这个机会见见面也挺好的。话都这样说了，周彪即便是再不愿意，也得前往，只能点头答应了。好，咱们走吧，爹娘。然后让他们把冰块放在了边上的水缸上。张母皱着眉头从房间里走了出来。哎呦，你总是毛毛躁躁的，就不能跟个大家小姐似的稳当着点，今后去了婆家，你这样谁会喜欢你？嘿，娘，您看谁来啦？张母这才看到2个身材高大、一表人才的男人，一个她认识，是她闺女的未来小叔子周成。跟她站在一起的男人，长相虽然显得粗糙，但在粗糙的表面下掩饰不住他有一张英俊的脸。仔细一看，跟周成也有3、4分的相似。又见到闺女，兴奋的脸都红了，也就猜到了此人的身份。婶，多日不见，身体可还好？多谢你挂念，一切都好。这位公子是？你好，婶儿，我叫周彪，是周成的大哥，没有通知就登门拜访，唐突了。哎呦，说哪里的话，都是一家人，不用这么客气。娘，周大哥是特意给咱们来送冰块的，您看。张母顺着张秋云手指的方向，看到了水缸上那块很大的冰块，有些震惊。哎呀，这么大的一块，要不少钱吧？你有心了。昨日就听人说西门镇有人来卖冰，我还不相信，没想到还真有。你们呐，太破费了。娘，这冰是不便宜，要500文1块呢，但是他们没花钱啊？没花钱？因为卖冰的人就是他们。你们还会制冰？是。听到确切的回答，张母的心里更高兴了。有这样的制冰手艺，她闺女儿还怕今后过不上好日子吗？之前的担心也终于放在了肚子里。你们家原来有这么好的手艺啊！
怎么没听来提亲的媒人说过？之前媒人提亲的时候，我们还没有治病的手艺，所以媒人也不知道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哎呀，我也是活了一大把岁数的人了，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在夏季啊能把水制成冰块的，更没听说过呀哪里可以学这样的手艺。实不相瞒，这治病的手艺是我弟妹研究出来的。哇，他好厉害啊！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他就是脑瓜子灵活，总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，一不小心就做出来了。这样聪明的姑娘世上难找，是你们周家的福气。娘，就不要站在外面说话了，咱们回屋里。刚刚聊得太好，我都忘了这是在外面。哎呀，你们不要见怪，进屋聊。还要麻烦你们呐，把冰块给我抬进来。还有吩咐张秋云，你去灶房把木盆拿过来放冰块。张秋云很快就把木盆拿到了会客的正厅，来，放在这上面。这真是个好东西啊，屋子里凉快多了。这么热的天，竟然能结这么厚的冰，这也太神奇了。要不是亲眼所见呐，谁会相信？周成跟周彪也坐了下来。娘，我爹跟我哥呢？刚才我去拿盆的时候去做饭看了一眼，他们都不在。我看江明慧也不在，他们去哪里了？哎，具体的情况啊，我也不知道。你大哥回来，听说官府的县衙昨天晚上出事了，新关进去的一个犯人呢，发狂了，把跟他关押在一起的那个囚犯给咬死了。发狂的那个囚徒姓江，你大哥就想到了江明辉，还特地花钱跟狱卒打听，那个人呢，也确实叫江明辉。你爹跟江明辉知道后啊，就跟着你大哥一起去了。这个消息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十分的震惊。怎么会这样？也没听说江明辉有疯症啊，怎么就突然发狂了？不会是为了逃避惩罚装的吧？我看不像，就算他为了逃避惩罚，也不能把人给咬死了呀，这不罪加一等吗？您说的也对，只是他这狂变来的也太莫名其妙了。他可能啊是觉得出不来了，心里一绝望啊，一时想不开就发狂了呗。您这解释也太牵强了吧？昨天下午江明慧不是还去监牢里看他的吗？怎么当天晚上他就发狂了？难道是江明慧说了什么刺激他的话，让他接受不了，精神崩溃发狂了？应该不会，江明慧是江明辉的亲姐姐，她去看他只会安慰他，不可能刺激他。你说的对，按照这么个说法啊，这个江明辉突然发疯，的确是有些奇怪呀。等爹和大哥回来就什么都知道了。周成跟周彪又坐了一会儿，跟张母说了一会话，时间也到了中午，张母留他们在这里吃饭，让张秋云去做饭。不用客气，我们还有事，饭就不吃了。你是第一次来家里，怎么连饭都不吃就走了呢？我做饭很好吃的。是啊，留下来吃饭吧，你还没见你大叔跟你大哥呢，怎么能走呢？张母都说这话了，如果还要走，就有点不知好歹了。两个人只能留下。周大哥，你去给我打下手可以吗？秋云，不要胡闹。没关系的，我哥做饭也不错，小时候我娘没时间，都是我哥做的饭。真的吗？确实是真的，我很乐意给他打下手。娘，你听到周大哥说的话了吧？他愿意给我打下手。好好好，那你们去吧。周大哥，走吧。周彪跟张秋云出去了，出了门，张秋云笑着说：周大哥，我不用你真的给我打下手，就是看你坐在那里有些无聊，所以叫你出来透口气。你什么都不用做，跟我说说话，让我看到你就行。这么赤裸裸的表白，周彪不但不讨厌，还觉得这姑娘直爽的可爱。他不是个傻子，他能感受到这个姑娘对他的喜欢。都说出来给你打下手了，我要是什么都不做，婶子看到了会怎么想我？她一定会认为我是一个光说不做、表里不一的人。来吧，这顿饭我跟你一起做。哎呀，这个男人真是迷死人了！怎么会有这么讨人喜欢的男人啊？哎，跟这样的男人在一起生活得多有意思啊！周彪都走进了灶房，见张秋云还没有跟上来，回过头见他还站在原地，正笑眯眯地看着他。被一个姑娘这样喜欢，周彪的心里是有些感动的。怎么了？你要一直在外面站着吗？张秋云这才回过神来，开心地跑了过去。怎么会呢？这顿我是大厨。周成跟张母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。秋云呐，平时也不这样，谁知道他见了你大哥，哎呦，就像变了个人似的。你别介意啊。怎么会呢？秋云这样的性格也挺好的，跟我大哥很般配，他的性格跟我娘子也很像，这样的性格啊，好相处。见周成毫不介意，他的心里也踏实了。说了一会话，周成跟张母从厅里出来，就听到张秋云那爽朗的笑声从灶房的方向传来。看来他们相处的不错，我闺女啊有眼光，没有选错人。您放心，今后他们成了亲，我大哥不会让秋云吃苦的。这个我相信。两个人走到灶房前，就看到周
周彪坐在灶台前烧锅，张秋云站在锅边忙活，两个人有说有笑的，就像一对已经成了亲的小夫妻，看起来特别的般配。张秋云忙活完，转过身就看到他娘跟周成站在灶房的门口，被热的脸蛋红扑扑的。啊，最后一个菜了，马上就好。张秋云见他满头大汗，拿了手巾给他，把汗擦擦。你出去吧，锅底的火不用再添了，锅里的菜焖一会儿就好了。好，我去洗把脸。周彪很自然接过了张秋云的手巾，把脸上脖子上的汗都擦了一遍，然后从灶房走了出来。娘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爹和大哥怎么还没回来？是啊，这都出去有一段时候了，也该回来了。我出去看看，要是还没回来，咱们就先吃吧，我都饿了。官府离这也不远，要不我过去看看？好啊，咱们一块去。娘，你就在家等着，我们去就回。好，你们去吧。周成跟周彪还有张秋云一起出了院子的大门，就看到张父回来了。爹，你怎么自己回来了？我大哥和江明慧呢？张父皱着眉头，没有回答他的话，而是看向了站在他旁边那两个高大的男人。这两位是？说，我叫周彪，他是我二弟周成。说，我是周成。听到名字，张父就知道是谁了，皱着的眉头散开，觉得自家闺女的眼光不错，这兄弟两个都是不错的小伙子。你们什么时候来的？站在这里做什么？来，去家里。他们早就来了，饭都做好了，就等着您跟大哥回来吃饭呢。爹，听娘说江明慧出事了，大哥跟江明慧不是跟您一起去了官府大楼吗？怎么就您一个人回来了？大哥他们呢？回家说吧。一进家门，张母问出了跟张秋云同样的问题。张父进了正厅，房间里凉飕飕的，十分的舒适，于是看到了放在桌子上的那块巨大无比的冰块。这里怎么会有冰块？你去买的？不是我买的，是周家两兄弟送过来的，在西门镇卖冰的人呢，就是他们。啊，你们还有这样的手艺，不错，这可是个好买卖，把这个买卖做好了是能赚大钱的。先别说这个了，陈文跟明慧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？那个江明辉他是真的发狂了？江明辉死了。这个答案是所有人没有想到的，都十分的震惊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不是说发疯了，怎么人会死呢？他把人咬死了之后，狱卒把他给绑了起来，单独关押了。我们过去之后，狱卒打开关押室的大门，就看到江明辉已经倒在地上断气儿了，他的额头上血肉模糊，墙上也有大块的血迹。后来叫来了仵作，对尸体做了检查，证明他是自己撞墙死的。现在呀，人已经送去了义庄。陈文去江家寨通知明辉的父母了，明慧哭得死去活来的，跟着也去了义庄，在那里陪着江明辉呢，说要等他父母过来。我怕你们在家担心，就过来把情况跟你们说一下。你怎么能把明慧单独留在那儿呢？她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，义庄阴气太重，孕妇不能去那样的地方。你快回去把她给叫回来。她根本不听我的，就在那里一个劲儿的流眼泪，我也不能硬逼着她回来，等她父母来了再说吧。哎，行吧，不回来就不回来。周成、周彪两兄弟都在，吃了饭再过去。周成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，江明辉虽然人品不行，但是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发疯死掉了，他确实有点难以接受，总觉得事情有些太过于离奇。张父简单的吃了个饭，然后就去了义庄。周成跟周彪吃完饭，坐了一会儿也离开了。周彪赶着牛车。阿成，这江明辉的死，我怎么觉得有些奇怪呢？我也有这样的感觉，看他10年苦役的时候，他都没有崩溃发疯，他在牢里就蹲了几日就崩溃了，这也实在是说不通啊。不是说昨天下午江明辉还去看他了吗？江明辉是在江明辉去看了他之后才发狂的，你说这跟江明辉有没有什么关系啊？他们是姐弟，我听儿子说过，他们兄妹之间的感情很好。刚才张叔也说了呀，江明辉伤心的连肚子里的孩子都不顾了，在义庄那样的地方陪着江明辉，我觉得江明辉的死跟江明辉没有关系。张晨文用最快的速度来到江家，许氏看到是自己的女婿张晨文来了，见他脸色不好，顿感不妙，因为他闺女江明慧说要从婆家弄300两银子救明辉出来。难道被张晨文给发现了，过来找我们麻烦的？晨文呐，你来啦！明慧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？我是来通知你们的，江明辉死了。他怎么会死呢？昨天他还答应我筹集300两银子救明辉的，他死了，我的明辉怎么办呢？是不是你们逼死了他？他还怀着你的孩子呀！你这个畜生！我要去官府告你！你说什么？什么300两银子？我不知道啊！明慧现在好好的，我说的是江明辉，他在监狱里发疯咬死了人，然后他自己也撞墙死了，现在尸体放在义庄，官府让你们把人带回来安葬。许氏听到是自己的儿子死了，一口气没上来，翻了个白眼昏了过去。张晨文赶紧去掐他的人中，许氏这才又重新缓了过来，清醒过来便开始痛哭起来。哎呦，明辉呀，我可怜的孩儿呀，他一定是被人给害死的。我儿没有疯病，不可能发狂发疯的。
周氏跟江老太还有江老爷子也都站在院子里，他们之间的谈话也都听到了。你刚才说了什么？祖父，您别激动，明辉在昨天夜里在监牢里发狂了，把跟他同一监牢的人给咬死了。狱卒把人单独关了起来，明辉发疯，自己撞墙把头都撞烂了。唉，现在人已经不在了，官府让我过来通知你们，到义庄去把明辉给带回来安葬。哎呦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我觉得明辉死的蹊跷，好好的人不可能莫名其妙的发疯的，肯定是被人害死的。你说的不错，我孙子从小就活泼开朗，从来没有得过什么疯病，一定是有人害死了他呀。他不是被人害死的，官府的仵作已经检查过了，他确实是自己发疯撞墙死的。现在人就在义庄，时候也不早了，赶紧过去把人带回来安葬吧。你去把你大哥给我找回来，跟陈婉把明辉带回来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没多久，江老大满脸是泪的回来了。他从周氏的口中已经得知了事情的全部经过，还因为他不是正常死亡，这样的人不仅进不了家门，就连江家的祖坟他都进不了，更不可能给他办理丧事，只能选择一个离家比较远的地方直接安葬。从祖上传下来的一直都是这么做的。商定了埋葬的地点，江老大、许氏跟张成文一起去义庄把江明辉给带了回来。商定好了之后，江老爷子把家里的钱都拿了出来，给明辉买一副上好的棺木，棺木跟寿衣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们什么都不用弄，咱们现在走吧。娘，您节哀，明辉已经走了，您跟爹要保重身体啊。明辉都不在了，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你答应过我跟你爹一定会把你弟弟给救出来的，还让我们在家里等你的好消息。你看看你都做了什么？你弟弟死了，这就是你要给我们的好消息吗？娘，我也不知道明辉会发狂，最后撞墙而亡。他怎么会突然发狂？我想不通，他一定是被人给害死的。我要官府重新检查我儿子的死因，我不能让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。江明慧心里咯噔一下，娘，明辉是精神压力太大，心里承受不了了，所以才会发狂的。官府已经找仵作检查过了，他不是被人害死的，是他自己撞墙死的。我不相信，仵作只是做了表面的检查，或许有人给他下毒让他疯狂呢。此刻的江明慧心里开始慌了，他在牢里，谁会给他下毒？又为什么要下毒？难不成您还想让仵作把明辉的肚子挖开，把内脏都拿出来检查吗？他已经够可怜了，您不能让他连一副完整的身体都没有。爹和祖父祖母都不会同意您这样做的，我也不同意。你别胡思乱想了，仵作都检查过了，你就不要再折腾明辉了，让明辉完完整整的走。时候不早了，再耽误下去天就黑了，回去再耽误了下葬的时间。娘，您节哀，听爹的吧。江慈跟周小宝坐在门口的木墩子上。小婶婶，爹跟二叔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天都快黑了。没事的，天黑之前他们应该就能回来了。就在这时，周成跟周彪的牛车出现在了村口。小宝，你看是谁回来了？爹跟二叔回来了。周小宝开心的站了起来。江婶婶，我们去接他们。江慈笑着说好。小宝迈开小短腿，奶声奶气的喊着爹，二叔。江慈在后面跟着。周彪驾车，周成从车头跳了下来，快步走了几步，把迎上来的小宝抱在怀里。江慈也来到了他跟前。你们怎么回来的这么晚？是冰块不好卖吗？我们到了西门镇没多久啊，冰块就被抢光了，500文一块，没有一个人嫌价格贵的。真的呀？你们怎么卖的这么贵？想买的人太多了，价格自然也就上去了。牛车就是装的太少了，要是咱们离镇上能近一些，一天多拉几趟，能赚更多的钱。要是一年四季都能做这个买卖，咱们去镇上租一个房子，专门制冰售卖。等明年到夏季的时候，可以去镇子上租一个房子，咱们租3个月的，什么时候不能卖冰了，咱们再回来。周彪觉得可以，说着话就回到了家里。我听阿慈说，你们今日要送冰块给张家，去了没有？去了，他在张家吃了饭，张家父母人都很好，一点架子都没有，他们对大哥非常的满意，大哥这次的表现也很好，跟未来嫂子一起做的饭的。周彪的脸一下子都红透了。李氏听了很是高兴，看着儿子那张红透的脸，笑着说，这样做就对了，我还担心你过去连个笑脸都没有呢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我出去准备准备，等会儿还要制冰呢。周彪觉得有些难为情，说完就走了。李氏哈哈大笑，都多大岁数了还害羞，没出息。你们去了张家，有没有跟张秋云打听昨天江明辉的父母去张家是不是想救江明辉的？阿慈，我有件事要跟你说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出什么事了？是江明辉的事儿，他死了。什么？江明辉死了？怎么可能啊？怎么死的？消息准确吗？怎么会死了呢？周成就把江明辉死的原因简单的说了一遍。怎么会突然发疯了？这也太奇怪了。要发疯也是刚被判刑，心里接受不了，这都过去好几天才发疯，我怎么觉得这里面有事儿呢？你
你说的不错，我也有这样的感觉。人死了，难道官府就没有查查原因吗？官府的仵作却查了死因，就是撞墙死的，人已经送去义庄了。对了，我听张秋云说，昨天下午江明慧去监牢里看了江明慧，江明慧当天夜里就发狂了，而且把跟他同个监牢的人都给活活咬死了。我怀疑是不是江明慧跟他说了什么，刺激到了江明慧，精神崩溃发疯了。可是一想，他们是亲姐弟啊，你也说过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好，江明慧只会安慰江明慧啊，不可能说什么刺激他的话。江明慧的嫌疑应该是排除掉了，或许真的是江明慧想不开，精神错乱了。你分析的很对，江明慧没有动机，不会是他。唉，别想了，人都送去义庄了，张成文也去江家寨报信了。今天晚上江家人应该就把江明慧给接回去了。他才15岁啊，也没有成亲，又不是正常的死亡，连家门都进不了，今晚弄回去也会直接下葬的。江慈为江明辉这短短的一生感到唏嘘，但却并不同情他，沦落到如今的下场，怨不得旁人。因果报应从来跟年龄无关。事情办完了，是都没运回江家寨，直接就埋了。还这么年轻，他本不应该是这个下场，走错了路，回头的机会都没有了。你还没吃饭吧？锅里给你留饭了，忙了一下午也累坏了，吃了饭就去休息吧。我不饿，我有件事要跟你们说。你说。我今天去江家通知江明辉的死讯，我从岳母的口中听到说，明慧答应他们筹集300两银子，要把江明辉从监牢里捞出来。可是他明明知道我们不可能拿出那么多钱来捞江明辉的，但是他答应了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就说，昨天江明慧的父母来的时候，哭的眼睛都肿了。去见了江明慧之后，整个精神都变了，临走的时候还笑着跟我们告别。我跟娘都觉得很奇怪，原来是江明慧答应了他们筹钱把江明辉给救出来，他不告诉我们，却跟娘要了10两银子去见了江明辉。回来的时候就像是失了魂似的，家门口走过去了都不知道。我喊了他一声，他才回过神来，还恶狠狠地看着我，把我吓一跳了。当时从来没见过那么可怕的眼神。我跟娘说了，娘还说我多想。可是江明辉夜里就出事了，难道江明辉精神失常是因为江明慧？我也是这样想的。昨天夜里江明慧惊醒了好几次，我问他怎么回事，他就说做噩梦了。我们成亲到现在，我还是头一次见他这样。难道你们怀疑江明辉的死是明慧做的？不能吧，他们是一母同胞，两个人的关系也好。江明辉在镇上学习手艺的时候，他还经常去看他，两个人的关系这么好，他有什么理由这样做？他不可能这样做的呀。你娘说的对，不可能是他。他知道江明辉出事了之后，哭得差点晕厥过去，在义庄守着江明辉，我都是亲眼看到的，这不可能是假装的呀。他答应父母说要筹钱，他应该是为了应付他们。你们都想多了啊！听你们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江明辉也入土为安了，这件事也就结束了。江明慧现在怀有身孕，你们俩好好过日子，不要互相猜测，知道了吗？我知道了。一整天没吃饭，饿死了，我先去吃饭了。张晨文说完就走了。张秋云的心里并没有打消对江明慧的怀疑，但是他也没有证据证明跟江明慧有关系。张母见他还坐着不动，秋云，时候不早了，回去睡觉吧。爹娘，你们真的觉得江明慧没问题吗？好了，都说了，这件事到此为止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你嫂子还怀着身孕，你就不要再提这件事了，回去吧。我知道了。张晨文吃完了饭回到卧室。晨文，你回来了，我弟弟怎么样了？他已经入土为安了。你也不要多想了。我对不起他，我没有能力救他。一切都过去了，不要再想了，咱们以后好好过日子。江明慧面无表情，眼神中的冷漠就像是冰冻3尺的寒冰。夜里，江明慧做梦，梦见了江明辉来找他索命，问他为什么要害死自己。江明慧哭着说：我没想杀你，可是我没有能力救你。200-300两银子，我根本就拿不到，可你却来要挟我，我不能坐牢，我还有孩子，我只是想让你精神错乱，你疯魔了，说出来的话就没人相信了，或许你还能放出来，我没有想到你会死。我不相信你，我要你偿命！江明慧尖叫出声，坐了起来，身旁的张晨文也被他惊醒。你没事吧？听到张晨文的声音，江明慧方才明白过来，原来是自己又做噩梦了。他重新躺回到了床上。我没事了，睡吧。张晨文见他没事，就继续睡觉了。江明慧睁着眼睛看着漆黑的屋顶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那咱们就直接回去了。周彪驾着牛车，你不去跟我未来的嫂子打声招呼吗？昨天不是才见过吗？他知道咱们每天都会来镇上送货，你要是不见的话，那咱们就直接回去。周彪犹豫了一下，脑海里闪现张秋云的身影，跟他在灶房里很和谐的相处。其实打声招呼也不浪费多少时间。周成的嘴角勾了起来，大哥这是对张秋云上心了。我听大哥的。周彪的嘴角也扬了起来，驾着牛车来到了张秋云卖豆腐的摊位。豆腐摊位前围着不少人在买
豆腐。周彪把牛车停在了路的对面。要不咱们等一会儿吧，现在这么多人，过去打扰他做买卖了。好啊，我听大哥的。张秋云低着头，在忙碌地切着豆腐，收着钱，终于送走最后一个客人。周彪跟周成走了过来。你每天都这么忙碌吗？张秋云一抬头看到他们，周大哥，你们什么时候来的？来了有一会儿了，看你太忙了，就没有过来打扰你。我太忙了，都没看到你们。走啊，跟我去我家里坐坐。不去了，我们打算回去的。大哥说过来跟你打个招呼，等等还要回去呢。真的？你专门过来跟我打招呼的？周彪有些尴尬，他发誓下一次再也不带周成一起跟张秋云见面了。面对张秋云期待的目光，他只能红着脸点头承认。为了缓解尴尬，找了其他的话题。江明辉的事对你家没有什么影响吧？昨天晚上他被带回去之后就被安葬了。他的事对我家没什么影响，但是对我有些影响。对你有什么影响？爹娘说是我想的太多了，我总感觉江明辉的事跟江明辉脱不了关系，可是我又没证据，所以总感觉心里有个东西在堵着，上不来下不去的，很难受。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是江明辉做了什么吗？昨天我哥从他岳母口中得知，江明辉曾答应他父母要弄到300两白银去牢里把江明辉救出来，可是江明辉没跟我们家人说过这件事，他自己没钱，要想弄到钱救江明辉，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我哥跟我父母，但是他谁也没说，就跟我娘要了10两银子，然后就去牢里看了江明辉。他从监牢回来之后，整个人状态就不对，像是失了魂似的，走过家门了都不知道。当天夜里那江明辉就出事了，你们说这是不是太巧了？确实挺奇怪的。按理来说，想要救江明辉，第一件事就是求助你们家，有了钱就能把人捞出来呀，没必要花那么多钱进监牢探视啊。他的行为是有些反常的。我就是这么想的，可是爹娘问我他为什么这么做，我要是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，这件事情不就真相大白了？爹娘见我说不出来，就说他们是同胞姐弟，不可能去害了他的弟弟的，还让我不要胡思乱想，说这件事情已经翻篇了。你爹娘说的也有道理，就不用再继续钻牛角尖了。唉，我是打算放下了，可是看见你们就想跟你们说说。他们说了一会话，摊位前陆陆续续有人过来买豆腐，周成跟周彪也不愿意继续打扰他做买卖，就跟着他告别离开了。周彪驾着牛车出了西门镇牌坊。假如说江明辉的死是江明慧造成的，那江明慧会是什么动机呢？你还在想着这件事呢？你刚才不是还跟张秋云说让他放下吗？难道你也怀疑江明辉的死跟江明慧有关系？哎呀，这件事越想越觉得蹊跷，江明慧做的事太反常了。哥，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如果江明辉是江明慧害死的，那他们之间肯定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或者说江明慧有什么把柄落在了江明辉的手里，这个把柄可能会让江明慧承担他承受不了的后果，为了自保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，他不得不这么做。跟我的想法一样。哎，这也只是假设，我觉得咱们想多了，他们可是姐弟啊，从小一起长大，有什么仇怨是戳不开的。江明辉是疯魔了才会把人咬死的，最后把自己撞死的，江明慧怎么可能做得到啊？你说的虽然很有道理，但是想要一个人发疯有很多办法的，自己的话语让人发狂的草药都可以做到。昨天在张家的时候，张母跟张秋云说过，江明慧跟张母要了12两银子，10两银子是探监的费用，多出的2两银子他打算买点糕点带去给江明辉的。如果在糕点里面放了点东西，江明辉吃掉了，夜里发狂，这也就能解释了。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那江明辉的动机是什么呢？如果他跟江明辉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，但是江明辉已经被判了10年的苦役，能有多大的仇怨让他赶尽杀绝啊？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，能解释这一切。你说。我怀疑江明辉跟孙吉绑架小宝的事儿，江明慧也有参与。你这想法也太大胆了吧？江明慧要是真的参与了绑架，就算江明辉不说，那孙吉也会把他供出来的。孙吉都被判了绞刑，都没有供出他来，这一点就说不通啊。孙吉不知道有江明慧的存在，江明慧在江明辉的背后指使他，或者说不是孙吉利用了江明辉实施了绑架，而是背后操纵这一切的都是江明慧。江明辉被判刑，江明慧想救他出来，但是他又拿不出300两白银救不了他，不救又怕江明辉把他给咬出来。如果他是主谋的话，肯定也要判绞刑的。为了自保，他做出这种事情，如果真的如你所说，那就说得通了。但是这也只是你的猜测。回到家里，周成什么都没说。到了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，周成才把今天从张秋云那儿听到的跟他自己猜测的跟姜慈说了。姜慈听完有些震惊，之前他不怀疑江明慧，是因为觉得江明辉是他弟弟，他没有动机去害江明辉。但是听了周成分析之后，他动摇了。面对生命的威胁，江明慧为了自保，他是绝对做得出来的。你也觉得不可能吗？
不，你分析的很有可能。想要证明江明辉的发疯跟江明慧有没有关系很简单，只需要证明江明慧在3日前买过可以让人置换发疯的药物。周成听了，脸上露出欣赏的微笑。他的娘子就是聪明，都跟他想到一起去了。娘子，那明日我就去西门镇上的医馆跟卖药材的商铺去看一看，应该可以查出来。如果真是他做的，你会报官吗？要真是他做的，我不会报官，只要让他的娘家人知道就行，他们自然会找他算账的。你这个主意不错，娘子，咱们睡觉吧。第2日，周家兄弟运送一车冰去了西门镇。周成今日是带着任务来的，冰快卖完了，接下来他要去医馆，因为周成知道江明慧怀孕之后找的都是同一家医馆的郎中。俩人来到医馆前，哥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自己进去。你问他能说吗？只要他在这里买的，我就能问出来。说完就进了医馆。小伙子，哪里不舒服？我没事儿，就是前几日我嫂子江明慧在你这里开的药用完了，她不方便过来，我就帮忙跑一趟呗。怎么用的那么快？那东西有毒的。她现在有身孕，既然是毒药，你怎么能开给她呢？你别紧张，她跟我说她娘有风湿，经常腿疼走不了路。听人说天仙子对治疗这一块有奇效，让我给她开了7天的量，回去给她娘试试。天仙子确实对风湿痹痛有疗效，跟醋调配在一起，外敷效果还是不错的。但是7日的量3天就用完了，容易中毒的。中毒会有什么反应啊？人会死吗？外敷不至于死人，但是也会心里不舒服，心悸、心慌、口干舌燥。要是不小心误食了会不会死啊？少量的也不会，但是吃多了就会出现幻觉、谵妄、过度兴奋发狂，会对人有攻击性，严重的会致死。不过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发生，没人会直接服用它。治疗的时候顶多会把粉末点燃，少量的烟熏吸入，这样是不会有问题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应该没事。昨天我还看到他母亲呢，要不我回去问问，要买的话让他自己再过来买。这样也行，麻烦您了。无妨。然后周成就离开了。二弟，怎么样？打听到什么了吗？打听到了。几天前江明慧来这里，以他母亲关节疼痛为借口，让郎中给他开了天仙子。这东西一般不能服用，治病的时候常用的方法就是把粉末点燃，烟熏吸入，还只能是少量的，一般呀都是外敷。如果直接吃了，中毒的症状就会产生幻觉，产生幻想，然后焦躁发狂，会攻击别人，也会自残。这跟江明辉的症状一模一样啊！江明慧在给江明辉带过去的糕点里加了天仙子的粉末，江明辉吃了之后就中毒了，然后就表现出了那些症状。那个女人太可怕了，那可是他亲弟弟啊，他是如何下得了手的？简直就是恶魔呀！周彪他一个大男人听了都觉得脊背发凉，同时想到张秋云跟他的关系不好，两个人还经常闹矛盾，要是他也想加害张秋云的话，周彪不敢往下想。二弟，咱们现在就去官府把这件事告诉他们。大哥你等等，你让我想想。你还想什么？那个女人太危险了，得把她给抓起来。第一，咱们没有足够的证据。第二，江明慧现在的肚子里还怀着孩子，张家人对这个孩子很重视，咱们要是去官府报案，张家人会怎么想？你跟张秋云的婚事马上就要到了，家里又出了这样的状况，会对你的婚事有影响的。不报告官府，难道就让他逍遥法外，继续害人？不，咱们先去张家。张秋云此刻很清闲，他坐在豆腐摊子前，远远的他就看到了两个熟悉的人。周大哥，驾着牛车的周彪跟坐在牛车上的周成也都看到了张秋云。牛车很快就来到了张秋云的跟前。今日好像很清闲，没什么人吧？高峰期已经过去了，正好现在没人，去我家里坐坐吧，我爹娘都还在家呢。好，正好我们有事找你父母。啊？什么事啊？这件事很严重，是关于你嫂子的。江明慧，她怎么了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张秋云没有继续再问，带着他们去见了自己的父母。周成把事情都跟他们说了。听完周成的话，张家父母跟张秋云都震惊的说不出话来。这个女人简直是太可怕了，不能继续再把她留在家里了，说不准哪天也能将我们给害了。爹娘，我看还是赶紧去报告官府吧，把他这个杀人犯抓进去。江明辉已经下葬了，当初是经过仵作认定的，并没有说是江明辉是中毒死的。现在去翻案，官府不一定会受理，如果他们受理了，就证明是他们官府的判断错误，除非能证明江明辉确实是服用了天仙子，才导致了他最后的死亡，这样官府才能受理，否则会打草惊蛇，反而惊动了他。咱们现在做的是要收集证据，定死他的罪行，才能将他绳之于法。周说的对啊，我们过来告诉你们这件事情，也是想让你们对他提高警惕，知道他的一举一动，你们就不被他算计。都说江明辉已经下葬了，难不成还要把人从棺材里弄出来，再找我做验尸啊？你说的不错，想要证据确凿，必须要这么做。这江明辉已经下葬了，再开棺验尸，那江家人能同意吗？要是他们知道江明辉的死因，他们会同意的。你说的对，这件事情得尽快。天气这么热，江明辉的尸体肯定已经开始腐烂了，这件事情必须抓紧。我马上找仵作验尸，你替我去一趟江家，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，让他们配合咱们。没问题，我们现在就过去。
去。周彪跟周成很快的离开了。张父换了身衣服，正要出门。要真是他，那他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就不用考虑他肚子里的孩子了。有他这么恶毒的娘，那孩子生出来也没个好。陈文回来，先别把这件事情告诉他，我怕他脾气急，再做出点什么事儿来。哎，我知道了，你快去吧。张父急匆匆的就出门了。娘，我有点害怕。别怕啊，有娘在呢，娘不会让人伤害你的。你呀，平时啥样，现在也要表现的啥样，不要让那江明慧呀看出来什么，让他怀疑。娘，我都听你的。周彪跟周成驾着牛车来到江家寨。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周彪跟周成下了牛车，来到大门前。我们来是因为江明辉的事。明慧已经死了，也已经下葬了，你们还不放过他吗？你们把我们害得家破人亡，我们不欢迎你，赶紧走。周氏挡在大门口。是关于江明辉死因的事，我要见到你们江家的当家人，或者是江明辉的父母。你不过是一个外人，这件事情你做不了主。周成说完，从周氏的身旁走了进去。周彪跟着周成进了院子。哎，你们这是私闯民宅！周氏很生气，声音很大，让在房间里深陷痛苦的江老大跟许氏，还有江老爷子和江老太都听见了，就连在灶房里的江明艳也出来了。我儿子都死了，你们还来做什么？还想来看我们的笑话吗？如果你是来看笑话的，那么如你所愿，你们看到了，现在可以离开了。我不是来看你们笑话的，江明辉的死另有隐情，确切的说，他是被人下毒给害死的。周成的话就像平地一声雷，直接把院子里除了周彪以外的所有人都震得呆愣在原地。你们来这里到底是什么目的？明辉的死是经过官府仵作验证的，他要是被下毒，仵作能发现不了吗？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，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，让江明辉死得不明不白，其实也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我本来也不应该掺和进你们家的事情，那我就走了。说完看了大哥一眼，咱们走吧。我们一片好心，你们不要后悔就好。周彪说完也跟着周成就走，走到大门口。等等，进来坐坐吧。周成停住脚步，转过身走了回去。爹，咱们不能相信他，听听他怎么说，进来说话吧。周成跟周彪两兄弟跟着江老爷子一起进了屋子。你说我家明辉是被人给毒死的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件事情我说出来，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，我怕你们接受不了。明辉都死了，没有什么是我们接受不了的，你说吧。好，那我就说了，江明辉在临死的前天下午，江明慧买了糕点去监牢看了他，这件事情你们知道吗？这事儿明慧跟我们说过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江明慧从监牢离开之后，当天夜里江明慧就发狂咬死了人，你们难道就没有怀疑吗？不可能，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。明慧跟明辉是亲姐弟，跟他没有关系。你是什么居心？害死了我的儿子还不够，难道还要来害死我闺女不成？行了，你不要激动，听他把话说完，暂且听听他怎么说。3日前，江明慧去春和堂，跟里面的郎中说你有关节痹痛走不了路，他让郎中给开了可以治疗关节痹痛的天仙子，他把药给你了吗？大嫂，你什么时候得的关节痹痛啊？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？我没有关节痹痛的毛病啊。天仙子这一味药虽然能治疗关节痹痛，但是它的毒性很强，中毒的症状会出现幻觉、躁狂、发疯，攻击身边的人，跟江明辉的中毒症状一模一样。不，绝对不会是明辉，他答应我凑钱救明辉的，他没有理由这样做呀。他的情况你也清楚，张家根本不可能拿出300两银子救江明辉的。江明辉答应你们凑钱，你们难道不怀疑？300两白银啊，对普通人来说那就是天文数字啊。他除了靠夫家，他去哪里弄那么多钱？但是他答应你们了，又去看了江明辉，当天夜里江明辉就出事了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就算没钱救明辉，他也不应该害他呀。我猜测江明辉手里有江明慧的把柄，江明慧受到了威胁，但是又没有解决办法，最后只能兵行险中。这是你的猜测，让我们怎么相信你？这就是我今日前来的目的，只要开棺验尸，查出江明辉是中了天仙子的毒，一切就能真相大白。不行，开棺验尸对明辉太残忍了。如果不开棺验尸，江明辉的死亡真相就永远埋在地下。我想你们也不想看到他死不瞑目吧？明辉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，我相信他也希望找出真相。然后一脸严肃地看向周成，要是查出明辉不是中毒，你的猜测都是错的，那怎么办？我猜的不会错，江明辉要是没中毒，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好，如果我孙子没有中毒，我就让你在我孙子的墓前跪上3天3夜，给他开棺赎罪。没问题。张家这边，张晨文一回到家里就被母亲叫了过去。你去哪儿了？我跟朋友去喝了点小酒，怎么了？江明辉的死有蹊跷，你爹呀已经去找仵作了，准备去给江明辉重新验尸。你爹他不知道江明辉埋的地方，你需要带着他去找墓地。江明辉都下葬了，我爹这是要开棺验尸？张母点点头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爹怎么突然间要这样做？这个呀，你暂时
不需要知道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去门口等着你爹，等他回来了，你跟他走就是了。给江明辉开棺验尸，得通知江家人才行。他们要是不同意的话，咱们也开不了啊。哎，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，已经有人去通知了，他们会同意的。您怎么这么确定？做父母的不会让自己的孩子死得不明不白的，你就别操这个心了，去门口等着吧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哎，你等等，娘，还有什么事儿？这件事情你要保密，不要让江明辉知道这件事儿，知道吗？为什么不让他知道？江明辉是他弟弟，他知道不是应该的吗？我听你爹说呀，在义庄的时候，你岳母怀疑江明辉的死因，明辉的反应很强烈，不同意仵作对尸体进行解剖。他要是知道你们要对江明辉开棺验尸，他肯定不同意，再一激动，对他肚子里的孩子不好。张母找了个理由解释，张晨文觉得母亲说的有道理，就答应了。出了母亲的门，就要往门口走。江明慧从房间里出来，正好看到张晨文。晨文，你怎么起来了？我都躺了一天了，出来走走。你这是要出去吗？我有事要出去一趟。你不是才回来，还有什么事呀？哎，就一件小事儿，你不用担心。那啥，我走了。说完就离开了。江明慧见他走了，也从后面跟了过去。明慧啊，你要去哪里呀？江明慧听到婆母的声音，转过身，在房间里太闷了，我想出去走走，透透气。郎中让你不要下床，尽量在床上躺着。虽然房间里是有点闷，但是对你和孩子好。我看呢，你还是进屋里躺着吧。是。说完就回了自己的屋子。江明慧心里不舒服，她不想听婆母的话，但是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她先忍着，等以后有机会都会还回去的。张晨文来到门口等父亲，问在卖豆腐的张秋云：“你都不知道，我又怎么会知道？爹这样做肯定是有原因的，爹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就行了，反正他又不会害你。”哎，我这不是好奇吗？你要是实在好奇的话，就去问爹。走开，别打扰我卖豆腐。张晨文被他对了一顿，顿时觉得无聊，站在路边等了一会儿，就看到他爹后面跟着一个挎着木箱子的男人走了过来。你娘都跟你说了吧？说了。哎，那就赶紧走吧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有没有查到什么？查到了，江明慧确实有问题。他在去监牢之前买了天仙子，中毒的症状跟江明慧一样，张家人也全都知道了。之所以回来的这么晚，周成把事情的经过仔细的跟他说了一遍。姜慈没想到他们的办事效率这么快。过2天仵作的结果出来，江明辉的好日子那也就到头了。江家人第一个不放过他，那是他罪有应得。像他这么恶毒的人，活在世上就是个祸害。他自己的亲弟弟都下得去手，没有什么事儿是他做不出来的。你跟江明慧一起生活了10几年，能活到现在，真是幸运啊。张晨文跟父亲回到家，直接去了母亲的屋子。站在窗户前的江明慧看在眼里，难道是江明辉的事情被他们发现了？他们在调查我。想想这件事儿不太可能，这件事他做的这么隐蔽，不可能有第二个人知道。他顿时想到了春和堂给他看病的老郎中，要是有人查出他在春和堂那里开了天仙子，他不敢再继续想下去了。只要老郎中那里没问题，他就不可能有问题，必须要去一趟春和堂。不是让你在家里养着吗？怎么亲自来了？是哪里不舒服吗？没有，我现在好多了，老是躺在床上，感觉人都要废掉了，所以出来走走透透气，顺便过来让您给我把把脉。好，你跟我过来，我给你把把脉。江明慧跟着老郎中在诊台前坐了下来，脉象平稳有力，确实比前2日好多了，但是还有点虚，还需要静养，不能有剧烈的运动。家里的药应该还没吃完吧？继续吃，我就不给你开药了，等吃完了药再过来给我看看。江明慧说好。对了，上次让您给我开的天仙子，我娘用了效果很好，我娘的腿都不疼了。7日的量你都用完了？没有。没有就好，我还担心你娘用的过量了呢。那东西毒性太大，虽然是敷在皮外，但是过量的话是很容易中毒的，严重的话会死人的。啊，先生为何会这样说？今天早上的时候，你不是让人来我这里开这味药吗？那是7日的量，如果你娘4日就用完的话，会中毒的，所以我才问了一下。江明慧的心里咯噔一下，他立即就想到早上去家里的周家2兄弟，整个人瞬间脸色变得煞白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就是心里刚刚慌了一下，现在没事了。先生，你说我的那位亲戚是不是那日过来请您过去给我看诊的高大男人？没错，就是他。还真是被他给猜对了啊！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办？官府已经认定江明辉是因为精神崩溃撞墙而亡，并没有查出他是中毒。现在人已经下葬了，他们就是想查，什么也查不到。现在唯一能威胁到自己的人，就是面前的老郎中。如果他死了，就死无对证了。想到这里，江明辉的心开始安静下来。老郎中都给他看完了，江明慧还坐着不动。时候也不早了，你该回去了。如果回去之后感觉哪里有不舒服，可以让你的家人过来叫我。先生，我想让您再给我娘开
副药用来巩固他的症状。不是还有3天的料吗？用完了再过来开吧。那东西毕竟有毒，放在家里也不安全，要是被人不小心误服了，那可是相当危险的。啊，你也知道我娘住在大山里，出来一趟也不容易。明日她过来看我，我想着把药直接给她，就不用等她用完了再来跑一趟。您放心，我跟娘说了，这药的毒性她会小心的。啊，家里也没有孩子，更不会误食。先生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就麻烦先生给我再开一副吧。好吧，你都这样说了，那我就再给你开一副。先生，就那一味药，没必要再开方子了。哎呀，时候也不早了，您就直接给我配一副吧。好吧，那我叫伙计给你配。哎，不行，您都说了这东西有毒，一定要把握好量。我只相信你，所以我想让您亲自帮我配药，可以吗？这个没问题。说着起身去后面的药柜，老郎中把专门用来包药材的黄纸一一铺开放在桌子上，然后一手拿着秤盘，一手打开了上面写着天仙子的小抽屉，用小铲子小心翼翼地把天仙子的粉末铲到了秤盘上，看了上面的重量。你往后靠靠，不小心吸进鼻子会很危险。老郎中说完，以为他会往后退，低头把秤盘里的天仙子小心翼翼地倒在了纸上。江明慧的杀心一起，瞅准时机，一手捂住鼻子，一手把老郎中手里的秤盘往上一翻，他的速度很快，老郎中根本来不及反应。你为什么要害我？说完，整个人倒在了地上，秤砣跟秤一起掉在地上。在另一边打扫抓药的伙计也听到这边的动静，正在疑惑，然后就听到江明慧那凄厉的叫喊：呀，先生，你怎么了？快来救救先生！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先生在那边拿药，他让我坐在这边等着，然后他突然就倒在地上了。你快过去看看。先生，您怎么了？当他看到倒在地上瞪着双眼张着嘴巴只有出气没有进气的人，年轻的伙计一脸惊恐，也没注意到老郎中身上还有很多粉末，直接把老郎中给抱了起来，想要把他放在给人治疗的床上。跑的过程中，粉末随风扬起，大量的粉末也被他不知不觉中吸入了口鼻。等到他把人放在治疗床上的时候，忽然看到师傅从床上坐了起来，手里不知道从哪里拿了一把刀，就朝着他刺了过来。年轻的伙计心口开始剧烈的跳动，他看到先生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，拿着刀从床上跳了下来，要杀他。年轻的伙计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，他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，从地上抄起板凳，胡乱的砸着空气。江明慧知道他也中毒了，再不跑自己也要遭殃，第一时间从医馆里跑出去。不好了，杀人了！医馆里的伙计把郎中给杀了。江明慧的声音很大，周围还有其他商铺的人听到之后赶紧都跑了过来，他们冲进医馆，江明慧也跟着进来，就看到那年轻的伙计正拿着板凳一下下砸着病床上的老郎中，好几个人冲上去才把年轻的伙计给制住了。那年轻的伙计已经歇斯底里了，只挣扎了一小会儿，他的瞳孔开始扩散，整个人瘫软下去。他死了，人都死了，快去报官呀！张晨文回到房间，却发现江明慧并不在房间里。明慧，他不在屋里啊？不在家里还能去哪里啊？这个时候，江明慧从外面走了进来，张晨文看他从外面进来，迎了过去。哎呀，你不在家里好好待着，出去瞎跑做什么？你自己的身体什么情况，你自己不知道啊？我身体有点不舒服，就去了一趟春和堂，找郎中给我把脉，谁知道春和堂出事了，我就回来了。你不舒服就应该在家里躺着，家里那么多人，你说一句，谁不能去帮你把郎中给请回来？用得着你自己去吗？你刚刚说春和堂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去的时候看到春和堂的小伙计拿着板凳把老郎中的头给砸烂了，那小伙计被人拉开，最后好像也死了，真是吓死个人。官府的人现在应该也要到了。张秋云跟张晨文听了都很震惊。那你没事吧？江明慧摇摇头，现在他确定张晨文是不知道的，难道是自己想多了吗？我刚才还看到他背着药箱去给人看病呢，怎么可能啊？江明慧，你没看错吧？不止我看到了，还有很多人都看到了，不相信的话你们出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在房间里的张父跟张母也听到他们在院子里说的话。这老郎中怎么会突然在这个时候出事儿了呀？我去春和堂看看，你在家里看好江明慧，我觉得这件事跟他有关系。好，你去吧。张父走出门，张秋云赶紧上前。爹，春和堂的老郎中被他医馆里的小伙计给杀了。我听到了，我现在过去看看。说完就走。爹，我跟你一起去。说完也跟着跑走了。娘，我也出去瞧瞧。行，你也去吧。娘，爹对老郎中的死怎么那么紧张呀？江明慧心如蛇蝎，现在正是关键时刻，张母觉得不能打草惊蛇，让他发现端倪。你这说的什么话？都是老邻居，他人突然出事儿了，他去看看不是很正常的吗？我不是说过让你在屋里躺着养胎，不要到处乱走吗？你是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了是不？婆母，儿媳知道错了，难道是我太多虑了？他们
们其实什么都不知道。那我冒死弄死老郎中，是不是太冲动了？你可别忘了，你之所以还能够继续留在这儿，是因为你肚子里的孩子。孩子要是没了，我分分钟把你给赶出去。哼！说完，转身回了房间。张父他们来到春和堂的时候，官府的人也到了。怎么就这么巧？刚才江明慧过来，这俩人就死了。难道他们的死也跟江明慧有关？是他用同样的方法害死了他们？难道他已经知道我们已经怀疑他了？张父脊背的汗毛都竖了起来，他被人赶了出来，让他站在外面。仵作对2具尸体进行了检查。过了一会儿，官府的人过来询问情况。谁看到了现场发生什么情况？我们从前面经过，张家豆腐坊的新媳妇从里面冲了出来，说杀人了，我们这才冲进去的。果然看见那小伙计就跟发了疯似的，拿着那板凳疯狂的砸着躺在床上的郎中。我们好不容易把那小伙子给拉开，老郎中已经断气了。